根据国际劳工的组织统计啊，东南亚的这个服装产业链啊，有近90%的工作可能会被自动化取代。AI 的崛起真的会让成衣产业掀起失业潮吗？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介绍一间我一直以来都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台湾企业，这样子，它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也就是欧西玛。因为我之前不是在影片里面说嘛，我想开始拍更多就是台湾这些很厉害的隐形冠军。那这个欧西玛这间公司他们也是，所以一样，我就是很厚的脸皮要去跟他们联络这样子。他们也是非常的欢迎我去介绍，所以我就想让大家认识一下这间公司。我们在去做衣服的时候，从原料开始，他们就有研发这个 AI 的这一个方式来去检测这个布料有没有瑕疵。第二个部分就是裁剪，要怎么把衣服从布匹上裁成这个一片一片的这个布片裁片。像 T 恤来说嘛，就有分前片、后片，还有2个袖片嘛。那再来就是车缝前的品质的这个检测，那还有这个流程的追踪要怎么做，包含就是我们衣服车缝完之后，然后做成成品之后，还有所谓这个金属的断针机的检查还有对于整个流程的数据掌控，确保每一件衣服都可以符合品质标准。欧西玛他们就在这3个部分都有领先的技术突破。它是台湾老牌的这个成衣的机械公司啊，今年刚好满54年。一开始还叫做宝宇机械，一开始是做这个熨斗、熨台或是一些裁剪机、裁缝机等相关的这些机械设备。那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耕耘，欧西玛从传统制造转型成这个智慧制衣方案的提供者跟创新者。产品线从这个验布、拉布、裁剪到贴标、减针，一路到智慧监控，完整的覆盖整个成衣制造流程的前段。他们现在在全世界有60个国家有代理商，还有服务据点，是许多这个国际这个供应链特别这个信赖的这个设备厂商。他们近年来基于投入这个 AI 智能，还有这个 IoT 的物联网，在2019年就开始成立 AI 团队，2021年跟这个工研院一起推出第一台 AI 验布机。他们用创新的技术还有服务，在这个世界脱颖而出这样。但我觉得他们最厉害的是智慧 IoT 的这些功能，帮助工厂它去减少人力，然后减少浪费。尤其是现在就是你知道工人也都不好请，订单碎片化、小单多样的时代，工厂就需要这种聪明的设备。有 AI 的设备来提升产能。总之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欧西玛这间公司可以说是台湾制造业升级的缩影。从传统的这个缝纫机零件的供应商，一路蜕变成领航智慧制衣制造的隐形冠军。所以今天我就要带大家好好去看一下欧西玛，好好看一下他们这些机器是怎么运作的。Let's go。在棚内大家是没有临场感，我们直接来到台北纺织展欧西玛摊位来大家看机器。然后先欢迎我们的莉亚，她今天会来跟我们一起好好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现在这个智慧的产线会用到哪一些机台，然后欧西玛的机器它有什么厉害的功能性。后面映入眼帘的其实就是验布机。大家如果看过我过往的影片，你会看到我们在做衣服的时候，第一关就验布嘛。那我们验布的时候其实都是人工在那个光板上去看有没有瑕疵破洞或是脏污这些东西，它其实非常的耗时。眼力的话看久可能也会没有那么精准，但今天有 AI 来辅助，这个东西就会轻松非常多。现在大家看到这台是我们的1GO AI 验布机，它是我们跟工研院共同开发100% Made in Taiwan 的 AI 技术，它可以解决我们传统验布的时候视觉上疲劳会造成误判，或者是每一位验布师傅来验都会不一致的这样的问题。它目前可以侦测超过20种的常见布料瑕疵、破洞脏污都能。然后我记得它是不是可以就差不多是一个针孔的大小，它最小可以侦测到1毫米的，1毫米一个侦测的大小。对，那准确率有超过90%以上。那它连布料的色差它都可以检验出来。然后像这个我们在荧幕上看到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什么瑕疵地图，对不对？对对，现在看到这个原点就是我们的 AI 验布机，它验出瑕疵的位置，然后它标示出来，它会生成一张瑕疵地图。那我们之后的操作人员就可以在制程中去避开这些地方。这边我帮大家补充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布料就验完之后，就是要做这个裁剪的动作，就是把它铺成一层一层的。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有做标记，我们就不会做背部如果我们裁片裁下去，结果这片有破洞或脏污，你后面根本不能用，那你这片就整个损耗掉。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在这边就标好瑕疵地图，我们在后续就可以更省成本，而且是更精准的。我们过往在用那种传统验布机，其实我们只能用肉眼去看它有没有这些脏污或破损。可是1GO AI这一台连布长跟重量，大家都知道，因为其实在卖布的很多厂家，他们有一个专名叫空差，就是中间的那个直筒。它的重量差别在哪？它可能会唬你。可是如果你有这一条东西，你就知道它给你的布料长度正不正确，整体重量正不正确，你就不会被唬。所以这很重要，而且完全不用人工。如果说以相同长度来说嘛，我记得莉亚好像是说人工的话大概要40分钟左右的时间。对。然后现在它的话就只要6分钟，超扯。他姆就是马力。如果说我长期用一样的布料，那今天如果换成新的布料它学习会很久吗？新布料的话，它只需要4小时，它就可以有70%以上的准确率。所以等于说，这4小时学习完之后，
后续我越用它的准确度也会越来越高。它还可以把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瑕疵数量、瑕疵种类、瑕疵的位置，还有一些重量、长度，都整合在它系统的验布报告当中。厂商就像胖哥刚刚讲，可以去针对这些报告的内容去看是不是有符合当初采购的规格。那也可以提供给你品牌端的客户去帮你的生产品质做一个背书保证。完全懂，就是可视化的数据，采购了有保障。如果你是帮客户代工，你也可以跟他说我帮你验过布。如果你自己是成衣厂，你有这个机器，你就知道你买来的布到底是不是优良的品质。那我们去看下去，看我们的验布机，下一台是什么？就是拉布机。过往我们在厂里面去做衣服的时候，下一步是什么？就是裁剪。我们要先把布铺成一层一层的，像千层派一样，然后在上面用我们这个纸板摆这个我们所谓的马克板，师傅在上面用那个电动刀那边手动裁。其实就2个人在那边奔跑，然后还要拿一个棍子在中间敲，这就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一层一层的事情，就是我们要铺几层会更有效率。第二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弄平呢？就是它有张力的问题。我们每一层它可能在人工上它会有一些凹凸不平啊，可是 AICI 来临，这个拉布机带大家看一下。这台 S-Pro 拉布机可以解决传统人工，比如说每一层的松紧度不均，或者是没有办法对齐这样子的问题。它的行走速度可以非常快，1分钟可以拉好几十公尺的布。操作界面上也非常的直觉，新人的话也可以很快的就上手。可以帮工厂节省教育训练的成本。它到拉过去之后啊，它会有一个来回那个刀片，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很有趣，因为小时候我在做成衣的时候，你就会一直看到那个师傅就是把那个裁刀推回去又推回来。不过我觉得这很酷的是，它上面有一个投影系统。这个部分我们未来也会整合刚刚提到的 Eagle AI 的瑕疵地图，它可以直接把马克图上面的裁片直接投影在布料上。操作员他发现布面上好像有瑕疵，就可以去针对这个瑕疵的位置去判断会不会影响到裁片，去做及时的应对。早期就是真的是一层一层铺完之后，师傅马克板摆上去，然后对着那马克板开始裁形状。那其实真的很耗时间，而且一层一层的纸其实没那么精准，这些投影下来，甚至不会有我们那个纸凹凸不平的问题，裁剪都会更精准。我看到很酷哎，它在裁片上都有这个小小的标签，这个贴标签是什么东西？它就是取代我们传统马克纸，用人工标示或者是电脑印刷的方式，去帮每一块裁片标示出这个裁片它所有的资讯，比如说它的尺码，它在衣服上的部位，等于是帮一个个裁片贴上一个小的身份证，方便后续车缝人员拿到这个裁片就知道，这个裁片要怎么去组装做车缝。所以它这个是拉布机跟贴标机是一起。对，我们的贴标机是装在拉布机。我们过往做衣服呢，每一层裁完的裁片，其实我们都在上面可能是绑布条，说它是 M 号的袖子 ，L 号的袖子什么颜色，它这个东西就直接贴标了，就是你根本就不用再做这样的事情，你会大大降低失误率。因为过往我们可能就有发生说，M 号的袖子拼到 L 的大身上面，但你现在如果每一个裁片，你从袖片前面后片都有一张贴纸的话，你其实升到产线上，车缝组的看到，原来这个是怎么配对，你就会大大降低这个失误率。哇，这样真的省掉很多时间呢，其实真的蛮扯的。那它这个数据，它最后一样都会上到我们的云端上面，跟 Eagle AI 是一样的。对，我们有一个 Smart Factory 的智慧工厂监控平台。原来是这样。拉布完下面一个动作是什么？绝对就是裁布吧，对不对？我们要剪完、裁完裁片才可以去缝嘛。这台裁剪机好像跟我平常看到的自动裁剪机有点不太一样，它是特别用来做其他种类的裁剪的东西吗？对，它这台是专攻低层裁剪，它有3种不同的刀具可以快速的替换，那也有像是画笔啊，或者是冲孔这样的工具，很适合给小型的工厂或者是工作室去做。我看这个皮革有点像是像什么沙发啊，或者是什么汽车的椅子啊这些东西。对，很适合他们去做打样或者是那种少量的客制订单。而且我看到它一样有这个投影功能，对不对？对，它可以直接把裁片投影在裁切的材料上，所以你在裁剪前，你就可以去检查你的裁片是不是都有在材料范围，所以它蛮适合用在像是皮革这种边缘不规则的材料。懂意思？那它也有那一个自动排版的功能吗？对，没错，它有智慧排版的功能，它可以去自动计算怎么样的裁片的排列方式可以把肺部的比例降到最低。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传统型的师傅的痛。过往我们看到一些自动的机台，其实我最在意的功能就是它有没有自动排版这个功能。因为我们说过嘛，我们一件衣服70%的成本是来自于布料，裁片损耗的布料越少，就可以让我们的成本好好的下降，然后把这个布料用到淋漓尽致。你看他们连这个弯刻都有特别的机台，竟然都还是有这个自动排版的功能，我就觉得今天还是真的是大开眼界这样。
刚刚我发现这个现场有一个很直观的图，就今天我们介绍很多机器嘛，从我们布比啊，然后进到我们的验布机，然后再到拉布，再到贴标，然后再到裁剪，裁剪完就到我们的车缝。那车缝其实就是我们在前面影片里面说的，就是目前其实自动化或者 AI 它还是完全没有办法取代，因为布料真的是物种太多，薄厚度太多，柔软度都不同，而且这么多材质，版型又多变，所以车缝这个东西基本上现在还是非常的依赖人工。对，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现在除了车缝的工作之外，台湾的欧西玛其实已经帮你把全部的事情都可以做完，甚至都大大降低成本的损耗啊，或是人工的部分。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拍到现在，我觉得蛮有一个深刻的点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做这个成衣其实都是有年龄断层的，可是我就会去想啊，如果说真的未来的工厂都是这样，那之后已经在冷气房内，搞不好就更多年轻人会对这行有兴趣。像我就是对这行很有兴趣的年轻人。但我刚刚发现一个有趣的，我等一下来就问一下莉亚，你看我们后面还有什么连续减震机跟这个 RFID 的读取器，所有的国际品牌 Nike、Uniqlo 只要是个有品质的品牌，出厂包装完之后都应该要过减震机。因为我们如果在车缝的时候，如果有一些断针，而且我们在产量这么大，有人不知道断针的情况下，也不知道断在哪一件里面，人家消费者穿到，哇，那个针直接插进去，你是赔死。赔到爆，所以减震机其实是一个任何有品质的品牌都应该要有的一道流程。但我就想去问问看，欧西玛家的减震机有什么特色，厉害在哪？我们这台减震机它有备有10组的高厘米探头，它最小可以检验到0.8毫米的铁屑。0.8毫米的铁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肉眼是很难去看。完全可以想象。那它采用的是输送带的设计，可以很快速、高效率的去减针，每小时可以检查上千件，所以它可以帮品牌还有消费者去把关。那减针机我刚看到那上面图片，你们还有那个 RFID 的读取器，它接续下去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以往我们在出货盘点的时候，都是人工一件一件去数，然后去抄写记录，那这样其实非常耗时间，那也很容易出错。现在有了这台 RFID 的读取器，扫描一下衣服上面的 RFID 的标签，立刻就可以把这件衣服的尺码啊，或者是款式啊，上传到我们 RFID 的系统，等于你整个盘点的过程就可以瞬间完成。啊，大家有没有在迪卡侬、Uniqlo 买过衣服的自助结账区？你把那衣服丢进去，它是全部跳出来说，你买了什么品项，然后尺寸都写得超准确。其实就是因为里面放了 RFID 这个东西。这 RFID 检测器检完之后，我们出货就完全知道你这个箱装，或是你过去的这一个品项是什么东西，它也上传到云端。那利亚，我一直看到说，就是你们那个示意图都一直讲到一个，就是资料上传到这个 Smart Factory 这个 IoT 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 ？Smart Factory 是我们自己研发的一个智慧工厂的监控平台，可以连接到我们的设备，可以让你对于工厂设备的运行状况一目了然。目前有哪些机台正在运行，或者是目前的产能进度到哪里？今天拉了多少布，验了多少布，甚至是员工的工作效率，它都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完全的掌握。包含到最后我们这个减针机的数据啊，这个 RFID 数据都可以到这个平台上面去做一个整合。我们会做整合，它还有线上派工单的功能。比如说工厂的管理阶层，它可以透过这个平台，云端的将今天的工作流程发送到我们工厂的设备当中。当今天机器有发生故障，或者是有错误需要排除，这个平台它也会同时的发出警讯通知，现场操作人员跟管理阶层，他们在第一时间同步都会知道这个状况。那他们就可以进行除错，那也减少他们沟通的时间成本，然后把就是停机时间降到最低，把对于产能的影响降到最低。主管他就可以透过一只手机或者是电脑去掌握到他工厂整个运行的状况，所以非常适合像是有海湾设厂或者是有远距离管理工厂的这些制造商。台湾欧西玛在 IoT 这块算是产业的先行者，它可以帮助整个工厂的生产资讯更透明化，然后在管理上也会更有效率。你们在60个国家都有经销商，对，所以无论你的工厂在哪个地方，好不好，都找到欧西玛。台湾公司超过50年很夸张可视化数据就是结论。我自己做衣服啊，自动化拉布机、自动化裁布机我都已经用很久，可是我用的就是完全没有这种所谓上传资料，就真的只是减少人力而已。可是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厉害，就是把 IoT 大家有没有概念我不知道，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但他们就是把所有的机台
所有的数据都能够上传到云端，用一个系统去整合它。因为可视化的数据，我们就能去计算成本，包含时间也是成本的一种。我觉得蛮扯。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我说真的，我是第一次接触到。从验布到我们的这些拉布、裁布，甚至到我们的出库，都是完全可以上传到系统里面，就不用一关一关去记录数据，然后 key 到 Excel 上，自己去做交叉比对。今天我真的觉得欧西玛真的让我大开眼界。真的感谢莉亚，你今天带我这样来介绍这个东西，真的感谢你。对，那我们呢，继续回棚内好不好？跟大家做简单的结尾。看我们现场这些机器啊，相信大家都有一定程度的概念，对不对？所以回到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 ，AI 它真的会取代我们这些车缝的工人吗？其实我反而是觉得说，它是一个解放人力的过程。因为我身在这个成衣产业其实非常的久，不管你知道我们前面有一些素材啊，都看到说以前我们的这些师傅他怎么在拉布跟裁布，其实那个长期下来那些固定的姿势啊，或者车缝，对于眼睛的这些职业伤害，或者对我们背部职业伤害是非常多的。我觉得在未来的状况会比较像是说，会使用 AI 的人就可以你知道掌握这个产业，让你的这个产能跟效率去提高它。工业革命之后，这个蒸汽机的发明让很多人失业了，可是它确实也让做衣服的效率大大的去提升。未来如果机器越来越多的自动化，甚至更多 AI 的去导入它，我觉得其实是更好的。因为我老实跟大家说，我自己做成衣产业13年这么久，我们待的环境确实是比较硬的，你知道，就是真的环境比较没有这么好。像我自己的这些直喷厂啊，就是数位直喷厂啊，其实基本上我们就是完全在这个冷气房里面去作业了。你可以看到欧西玛这些机器，它完全就是这个机器自动化的去作业它。那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在冷气房里面做？环境就会变得非常改善非常多。而且在未来啊，相信就是你知道会使用电脑啊，或是控制机器啊，或是控制这些 AI 这些东西，绝对都是年轻人的天下。所以等于说，在未来，我相信真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然后我们这些不断的去学习这些新的，不管是技术啊什么都好，年轻人他其实也是可以回归到工厂来去工作的。他反而就不是大家印象中的那种工人，而反而是这种技术工。我们可以去把这个电脑调校好，把那个机器给顾好。那我们就是只要把我们的时间去花在更多具有创造力的地方，而不是就是你知道做这种重复性非常大的工作。我觉得真的这个自动化的进步啊，真的是解放劳力。然后这是我自己做成衣产业这10几年来的一些看法，其实我都是乐观的，因为其实我也是很早就开始不断的在布局自动化这些东西。因为自动化的机材还有几个好处啦，第一个就是会减少这个失误率啊，因为机器的精准度通常都是比人工还要再更高的。那第二个就是机器它毕竟不会累嘛，它可以一直不断的运作，那我们产能提高，交期可以变快，那是不是对客户来说，我们订单也可以更好的一直接下去？大家对于这个 AI 未来会不会取代人力，或者是取代掉工作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那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我每一则留言都会看。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留言，然后多去跟我分享。对，那希望今天介绍这个欧西玛这个故事，大家会喜欢。